誰能夠說只有杜拜能夠超越杜拜？當然就是杜拜他自己本身啊，有着世界上最奢華的飯店，還有速度最快的電梯，全世界最高大的建築，佔地最廣的購物中心杜拜，還有一個杜拜呢，到處都在標榜它有全世界最頂級的飯店。然而這一切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來自於說它所有的東西呢，全部都是在沙漠當中建成。你看這一系列的跑車，天哪，很多男人夢幻的車子在這邊也看得到啊。它這裡的浮誇程度啊，不浮誇就不叫杜拜。最頂級的皇家亞特蘭提斯酒店就在這個地方，所以你說杜拜為什麼吸引這麼多人來看它的奢華？原因就在這兒。如果說起了亞特蘭提斯飯店，那你一定會發現這一家飯店它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海洋為基準所建造起來的。而杜拜的所有的飯店呢，如果你要把每一間超5星級、超6星級，甚至標榜7星的都有，把它住上一圈，那不簡單哦。那整個杜拜的費用會非常的高，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杜拜旅遊它的旅費啊，從基本的6、7萬塊跳到了20-30萬都有。講一句很簡單的，就是你要在這邊當一個阿拉伯的石油國王所享受的行程，你找得到。你也可以找得到自助旅行、冒險式的旅遊行程。要看那個廁所的指標，女性跟男性。Sashimi. No sashimi. I would like 3 pieces of this. I have a plate for you. Okay, I bring a plate for you. 有 sashimi 跟 tuna. Thank you, sir. 3 each, please. No, I'm fine with this. Okay then. 我們現在來到了亞特蘭提斯酒店，來享用一下它的餐食。皇家亞特蘭提斯酒店擁有了世界5大之最，然後5大，它呢有18家世界一流的餐廳跟酒吧，它有90多座的游泳池，天哪，游都游不完啊！然後還有呢，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樂園也在亞特蘭提斯的水世界冒險樂園。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水族館之一也在這裡，還有它有杜拜最大的私人海灘都在這家飯店。亞特蘭提斯飯店，它的觀光客其實蠻多的哦。大家很多不一定是來住啊，是慕名這一家飯店，它很多的奢華配備，還有它的世界之最啊。所以來到亞特蘭提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來這邊參觀它的水上樂園啦，或者是失落宮琴水族館，因為它是用亞特蘭提斯這個名稱，一個失落的帝國的名稱來去命名的。而來到杜拜呢，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啊，杜拜住宿選擇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而且呢，其實只有一間比一間豪華還要誇張。
不然怎麼顯現這個沙漠石油王國它的這種奢華呢？對不對？所以在杜拜住的飯店裡面，你可以選擇一間比一間奢華，你也可以選擇呢用探險冒險的方式呢，深入它很多的沙漠地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感覺。現在我们就來到了杜拜的黃金相框。這個黃金相框，其實你注意看，它有什麼特別的啊？其實它最大的特別點是呢，它是一個拍照的地標。來這邊拍一張照片，代表你來過杜拜。世界各地每個國家或城市，他們都會去設立一個地標，或者現在叫做網紅打卡點，用意都是行銷這個國家或這個城市。而這個地標一定要讓人家耳目一新，而且一定要讓來過的人拍這張照片，它可以渲染到啊，看到這個點，我就知道你來過這個國家了。當今世界上最富有的都市之一就是杜拜，它有名的地方像哈利法塔、帆船飯店，還有亞特蘭提斯，在2018年則有新落成的建築，再度改寫了這個輝煌之城天際線的風貌，非常的高啊，而且不是隨隨便便搭建起來的。這棟沒有中間的形體，有完全中空，四邊鑲金框啊，孔金的啊。它的架面的面貌展示給世人的，就是杜拜之框，像是框住了杜拜這個阿拉伯古城美好的傳統跟現代化一起的那種聯合營運的感覺。我們現在很難想象吧？你就走到了相框的裡面，這個耗資13億台幣打造起來，擁有50層樓高的黃金相框呢，它從外觀看的時候呢，就跟相框沒兩樣。你萬萬沒有想到，它這個要耗資13億，而且還可以走到裡面來看哦，很氣派、很華麗的大型公共建築藝術。而且這棟建築物呢，當然不是只有被觀看的功能啊，而是呢，它肩負了來到這個地方的遊客回望過去以展望未來的重責大任。與其啊，你說它是相框啊，你不如說它是見證杜拜從沙漠小漁村變身為豪華富國的歷史時光隧道呢，比較好。高症的人走起来可能就会有一點害怕。看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看下去，有沒有就看到杜拜黃金相框它的中空地方啊？所以在走這種玻璃棧道的時候呢，那種感覺很特別。比如說
怕你會害怕。你看它的顏色還會變啊，有時候我常在玻璃上看到有一點濕濕的啊，都不知道是不是前面在走的人呢，因為太過害怕，不小心的滴了幾滴出來啊，應該不是啊。反正走這種透明玻璃的空中廊道呢，可以讓你用360度的角度呢環視整個杜拜的風貌。地面的樓層呢是畫廊博物館，那上面呢，你可以走空中廊道，透明玻璃的哦。现在開30分鐘的車程就出國了，去到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由7個酋長國聯合組成的。我們現在就來到了沙迦的酋長國，它離杜拜只有30分鐘的車程，也是離杜拜最近的酋長國之一。沙迦它就是升起太陽的意思。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看到前面那一大本書，不是這裡是圖書館哦，也不代表那一本書是漫畫書哦，也不是 Playboy 哦，那一個呢是它的可蘭經啊，紀念碑文化廣場圓環的中央，外圍有很多的政府機關，不是代表我們很愛念書啊，而是這個地方它標榜的就是我們是非常正統的伊斯蘭文化。那一本叫做可蘭經，一本巨型的書，翻開的雕塑，紀念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個酋長國當年建國時所簽署的聯合協議而建造的一個紀念建築物。哇，著名的地標，光看到那一本大大的書啊，那種感覺就很不一樣，很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啊。緊接着呢，我們就下車來這個地方來走走，來看看。除了拍那個非常有名的可蘭經之外呢，我們也來走走。哇，這裡的建築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有提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幾個地方，它都是小漁村而演變起來的。杜拜就是最名副其實的小漁村演變起來的。所以在這裡呢，有很多的建築，他們用的牆體摻雜的珊瑚、貝殼等等海洋生物的骨骸，來把它堆疊起來，變成了它的那種城牆，或者是它的有錢人的建築。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文化。我們來到每個國家看到的就是這樣，從它的建築就可以看到這一個國家的過去。它現在用了海洋生物，也就代表這個地方以前是小漁村，而且也就代表這邊出產的貝殼貝類都是大的。如果這邊都出產鱈，那當然就不能用啊，那不是鱈湯喝了幾萬碗啊，搞不好一面牆都蓋不出來。所以這個貝類的東西還是要夠大啊，才有辦法蓋出不一樣的城牆，而且它裡面的石灰石混合在一起所創造出來的牆體，既有藝術價值，又有什麼實用的建築價值。来，有没有去洗手間的？想去洗手間的，去洗手間。来，想去洗手間的，去洗手間，好不好？
說起了沙迦，它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第3大城市，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是沙迦酋長國的首府。它跟杜拜還有阿曼組成的杜拜沙迦阿茲曼大都會區。而這個沙迦呢，很特別的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一，它的面積不大，2590平方公里，所以從杜拜到沙迦非常的快速，一下子就到了，可以說是離杜拜最近的一個酋長國。而沙迦在以前呢，它扮演着波斯灣下灣最重要的港口角色，所以這樣子的地位最後被杜拜取代，就變成了一個深度文化的另外一種阿聯酋酋長國。所以你來到沙迦，你就會看到很多它的建築物、古老的城牆，它留下來的都是海洋生物貝類所把它組建起來的。沙漠中的國家或者是伊斯蘭國家，他們在於用色跟建築調配上面呢，總是有別一般我們亞洲文化所看到的建築特色啊。我覺得伊斯蘭國家他們所做的建築物啊，特色更是強烈。沙迦酋長國藍色市集，它就有2座外觀相同的傳統阿拉伯式的建築式的市集，它用的非常漂亮以及非常顯眼的藍色來去做搭配。建築本身就有很漂亮的風塔啦，還有這一種紋繪跟彩瓷，因為外觀很像火車，所以它的另外一個有趣的稱呼就叫做火車頭市集，而它真正本身的名字都沒有火車頭市集來的讓人家容易記起來。這個市集裡面呢有2層樓，而且在這麼熱的國家，像這一種地方啊，沒空調怎麼行？所以它一年幾乎4季全部都開着空調，讓所有的觀光客都能夠進來買東西。而這裡面的店家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得到最多的就是黃金，因為在阿拉伯國家，他們非常的喜歡黃金。很多人說阿拉伯國家是最喜歡黃金的国家，錯，我覺得錯，應該是說大家都喜歡黃金。像我個人就是黄金愛好者，很多的人會覺得黃金鬆鬆啊，也不是很漂亮。其實我不覺得，我覺得最主要是你如何創作這個黃金。黃金這一個本身物質呢，如何讓藝術家雕塑出來，它設計出來的形才是重點。而阿拉伯他們在黃金的創作上面、設計上面，我真的覺得比亞洲國家還要厲害的很多哦。不知道是天生伊斯蘭教的這種圖騰文化還是他們的成長環境的背景，使得我覺得這些沙漠國家對於黃金所雕塑創作出來的首飾啊、項鏈啊，我都覺得很漂亮哎。只是這麼重、這麼大的黃金項鏈啊，我告訴你哦，掛在脖子上啊，讓你一輩子都抬不起頭啊，相當一樣，所以看看就好啊。拿來呢收藏也可以，而黃金是這樣啊，現在的黃金呢也進化的很多啊，有的3D、5D、6D 的越來越多啊。那當然，這個跟黃金能不能雕刻跟塑形的硬度有很大的關係。沙迦是阿聯酋7個酋長國當中唯一一個在阿拉伯海灣及阿曼灣都有海岸線的酋長國，因為這個國家的國土非常的分散啊，那它也跟其他的酋長國呢都旁邊鄰居
跟其他知名的中東國家一樣啊，石油是這裡的主要的經濟來源。它在1974年第一次開採出了石油，到近年來啊，慢慢的日產量呢都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啊。所以沙迦也是從一個默默無名的沙漠小國，慢慢的跳起來啊，人均 GDP 啊都是上萬美元啊。但是你說是不是全部人都一樣有錢？不好說啊，因為這本來就是這樣，社會上就有貧富不均的問題嘛。那沙迦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很大的重點，是它是熱帶的沙漠氣候，一樣阿聯酋、中東都是這樣子的哈，炎熱乾燥都是這裡的最大特點。但是因為它乾燥，所以它熱起來雖然熱，但是沒有濕黏的感覺哦。它的夏季都是在4到10月份，而且啊，每一年的夏季啊，氣溫是越來越高啊。現在有的氣溫呢，基本上都45度起跳哦。然後呢，它的冬季是11月份到隔年的3月份，氣候就非常的舒服啊。而且阿聯酋的整體消費水平還蠻高的，它平均正常的普通用餐啊，一餐約莫都要來到了15塊到20塊美金，而它一個晚上普通型的商務飯店基本上也都會來到了100到150塊美金的水準。這裡的人都在等要去沖沙，都是坐4x4 Safari。沙灘車這邊可以那個付費租一台沙灘車。那我們現在在等要去沖沙。阿聯酋怎麼玩？阿聯酋玩什麼？到阿聯酋可以做什麼比較刺激又不危險的戶外活動？那就是飆沙，不是飆車哈，沖沙也可以，就是做這種 4x4 4x4的越野吉普車，在中東，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沙漠裡面去感受一下沙漠沖沙的活動。這個啊，對我們來講是很特別也很新奇的體驗。現在很多來到了阿聯酋這些國家，都一定要來感受一下嘍。到一個程度才沖沙才 OK， 这個轮子原本是满滿的，這邊呢就沒有那麼哦，太晃了！我們現在正在沖沙，太晃了，對不起。真的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定要來感受一下這種很刺激的體驗。當然不是我們自己開了，我們自己開還得了哦，可能油門一踩啊，已經4腳朝天了。通常會有專業的駕駛人啊開始去開，你看那有這個過程，這種第三人視角去看有沒有很刺激，對不對啊？而且在飆沙的過程當中，它車子在一般的柏油路上跑的時候，輪胎的氣要多一點、硬一點。它一到了沙漠的時候，它要洩氣啊。為什麼？它輪胎如果太硬的時候呢，你跑到這個沙漠裡面呢，馬上就陷入沙子裡面，所以它輪胎的氣就不能太足了。所以這個胎壓非常非常的重要。來，我們來感受一下飆沙的痛快。
看看當地我們的駕駛啊，穿着的都是道道地地的阿拉伯的服裝啊，有時候一看都會好奇的想象說，哇，你穿着全身白袍，到底要怎麼樣開車啊？一望無際的沙漠啊，你看看這些車子排隊的在沙裡面這樣子狂飆，讓你感受一下，以前的人啊是飆駱駝啊，我們現在不飆駱駝啊，我們不騎駱駝啊，在沙漠裡面狂跑啊，我們是坐着4輪傳動的吉普車，在沙漠裡面這樣子奔馳着啊，這種很特別啊，爬到很陡的邊上啊，好像要翻車呢，又沒有翻啊，正在覺得完了，快翻車了，結果他沒有翻啊。那你為什麼不騎駱駝在這裡面飆沙啊？很簡單啊，如果讓大家去體驗這個騎駱駝的行程啊，從早騎到晚啊，我告訴你，從駱駝上面下來的時候，那個腳都合不起來啊，顛倒都不行啊，很可怕啊。所以我們坐這種吉普車享受一下，還有冷氣吹，不錯。这邊吃晚餐看表演。Thank you, Ms. Mol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her a非常感謝 LED 的發明啊，這些 LED 讓這些肚皮舞者啊，或是跳旋轉舞的人呢更厲害了哈，能夠呢搞得自己像一個陀螺一樣啊，不得了啊！來，我們現在來到了哈利法塔，那哈利法塔也很厲害啊，它到底是人名啊，還是一個建築物？其實我們應該這麼講，我們現在來到了哈利法塔，是全球最高的自力支撐架構的。什麼叫自力支撐架構？就是全靠一根由地上延伸到156樓、585公尺的柱心啊，這樣子慢慢疊上去的。但是中間那一根柱子是延伸型的，採用傳統的鋼筋建築來去打造而成。那電梯裡面，有沒有光坐這個電梯上來到哈里發的景觀台啊？不要說看到這上面漂不漂亮啊，光坐那個電梯就已經夠了不起了。電梯很先進啊，感受很不一樣啊。杜拜的哈里發塔勇奪當前世界的第一高樓啊，榮耀好幾年嘍。
每一年的跨年煙火秀呢，完全不輸給在美國的紐約時代廣場。整座哈利法塔高度828公尺，總共有169樓啊。那哈利法塔的景觀台在124樓哈，你還沒有到最上面去，光124樓站在這邊看的時候呢，底下感覺都好像樂高玩具一樣，小小的積木啊。那124樓、125樓搭乘電梯呢，卻不用1分鐘，很快吧哈。所以它這整個那一種電梯的設計非常非常的厲害啊。哈利法塔天很高，很高，我們在124层。124。而且這個高聳入雲的哈利法塔呢，你知道，你啊在從上面看下去的時候，會發現啊，還有很多的大樓啊繼續在蓋啊，也就是呢，杜拜的奇蹟啊還沒有結束啊，杜拜還一直在創造全新的奇蹟啊。那我前面有提到了哈利法，它到底是個人名呢，還是一棟建築物？應該說是我們把哈利法塔的塔拿掉，哈利法本身這個名稱就是阿拉伯帝國最高的統治者稱號，相當於一般所說的皇帝啊，同時兼具有統治者所有的遜尼派穆斯林精神領袖的意味，就是哈利法這3個字。所以哈利法塔你就可以知道了，他用哈利法塔作為它的名稱，也就是這一座塔樓擁有這個最高統治，我就是最厲害的，有統治者的意思，因為我是最高的嘛哈，所以呢，它有類似天主教教宗的作用，是政教合一的意思。而哈利法這個名稱，就是伊斯蘭教中對領袖的一種稱謂，意思就是真主使者、先知的繼承人或代理人，而他們先知指的就是穆罕默德。杜拜第一高哈利法塔。124樓，一下要到125樓。耶，125樓逛完了。在疫情過後，這1年多來，你知道嗎？其實全世界的旅遊景氣啊，越來越旺盛，已經恢復到之前差不多的60%到70%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什麼？現在啊，越來越多的自助旅遊者。自助旅遊當然，飯店、機票、餐廳、bus，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訂了。不像團體旅遊一般來的方便呢，所以現在有2大特色，一個就是呢，很多人喜歡自助旅遊，反正呢吃住有一餐沒一餐我都 OK 啊，到處自己走自己晃，沒有交通工具也 OK 啊，他們喜歡自由自在的行程。那另外一種呢，當然呢就是团體旅遊的便利性，或者是它走向那种小型包团，比較奢華尊貴型的也有。那這是後疫情時代旅遊市場上的變化，最大的特點就是世界上現在各地非常知名的主要景點，慢慢的都出現一個很大的特色，搶不到票，你訂不到位置，因為現在他們對於人流管制越來越嚴格，很多的時候呢，他們開始不讓旅遊團體去大量訂票，他們只開放個人自己來訂票。所以現在旅遊團體到世界各國去旅遊要訂門票的時候，真的是越來越難訂了。因為旅遊團體有旅遊團體票價的優勢嘛，像哈利法塔就是其中一個，越來越難訂了。
因為想來的人太多了，所以慢慢的现在不管是從航空公司也好啦，或者是從世界各地很多知名的景點都好，他們慢慢的就把這些入場券給予那種個人的為優先，訂滿了就沒有了。所以旅遊團體其實能夠在現階段疫情後的時代可以訂到很多的門票，其實都是實屬不易啊。OK， 我們參觀完了地標指標性的建築哈利法塔，接着我們車子就在杜拜的市中心哦。你知道，很多人一定在全世界各地的花園、森林、大自然看了無數美麗的花，就像臨近我們的日本，他們的花的季節啊，就很多人去觀賞，對吧？但是你知道在杜拜要看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嗎？因為杜拜它是一個熱帶沙漠型的氣候，年降雨量非常的少，那平均它的降水量才100毫米啊，很少而且都集中在哪邊？1、2月份而已啊。所以如果你來杜拜，你遇到下雨，你千萬不要垂頭喪氣啊，對他們來講如天降甘霖一樣啊。所以在這樣一個半沙漠、一半海水、水源極度匱乏的城市啊，卻有一座世界上最美的花園——杜拜奇蹟花園 （Miracle Garden）。這座建在沙漠上的花園如同它的名字一樣，真是一個奇蹟啊！你知道要用多少水啊，你才可以養出這些花對吧？超過1.5億朵的花卉公園，全世界最大的自然花園，園內的所有造型都是花，真花然後去打造出來的。所以你看看到這些花，只讓我想到很多的錢因為要養這些花真不容易啊。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來這邊一睹風采，用花做成的飛機，天哪愛麗絲夢遊的仙境，這裡的鮮花數量可以用 crazy 瘋狂來形容太多了所以我才會說，對我們來講種花草很正常水在我們來講既不貴也很容易取得，像我們台灣很常下雨嘛對水見怪不怪但是你知道在沙漠中國家很可怕，人的水都不夠喝了，還拿來澆花所以你就知道在這邊的花多不容易生長起來但是你在沙漠地方只要你家有種一些花或者是你這個國家沿路上都用花來去裝飾它，不得了了，這絕對就很貴的事情就是代表人家很富裕你才可以呢養這些花
拜。